白鹿和张令和新剧上演了王后对邪魅帝王镜的恶魔般的爱情，我不认他是苍兰诀中的长恒仙王。中国演员张令和因在苍兰诀和龙衡贤君中的角色而走红。近日，他与白鹿合作主演了新古装虐恋剧《宁安如梦》，创下超过952万浏览量的纪录。张令和有着不同于仙君长恒的坦诚深情的样子。在预告片中，他饰演冷面帝王谢威，不仅眼神邪恶迷人，还与白鹿进行了精彩对决。此人几句话就充满了戏剧张力，让不少网友惊呼：太邪恶，太迷人了！我都认不出他是苍兰诀里的长恒仙了。他的演技获得了全网的一致好评。宁安如梦最新预告片中，黑袍高手谢威、张令和是手持朱砂笔，在夜色中染红漆，为女主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江雪宁、白鹿是用雪白纤细的脖颈轻声道：“朱砂玉笔死了，夫人，你不怕吗？”然后他抱住她，俏皮地拖着她的下巴。他的表情复杂，夹杂着恐惧和期待。穿着白色睡衣，她小心翼翼地回应着，就像一只献祭的羔羊。雪宁要做这世上最珍贵的女人，只有她的丈夫才能负担得起。杨夏一脸惊讶，悠然道：“一切如梦似幻。”在《宁安如梦》的预告中，白鹿与张令和、王星越、周俊伟的搭档堪称绝配。前世，他伤害了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因为他执着于后一个位置。他平静地说：“我曾经因为那个不合理的妄想而欠了很多人，现在我想尽我所能来弥补我过去后悔和犯下的错误。”他本以为一切都会如他所愿，但随后他转移话题，严厉道：“但在某个地方，总有一双无形的手，可以让一切回归原位，将剧情的悬念推到了最高点。”短短1分45秒的预告，流畅的剪辑，自然而然地点出了两女三男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，让观众颇为好奇。身为重生女王江雪宁，未来将如何整顿？网友们一直在讨论《宁安如梦》的预告，这预告太有质感了，好想快点看剧啊！白鹿把江雪宁的无情和觉醒诠释得很好，希望剧不要翻车。我最喜欢一女三男的剧情，希望能和星光灿烂一样处理好。仙君长恒的眼力强大到根本认不出原人，张令和在预告片中超级有帮助。作为对比，希望播出后我从头到尾都有不错的演技。皇上的眼神好邪恶，好迷人。我连苍兰诀里的长恒仙都认不出来。我喜欢白鹿和张令和的组合，残忍又甜美。杨洋决定追求事业而不是爱情，给他带来了成功。当代军旅剧《特战荣耀》在东方卫视、浙江卫视开播，腾讯视频、优酷、爱奇艺同步播出。该片由徐纪周执导，姜龙、姜璐霞、孟阿赛、李艺彤、杨洋等主演。该剧改编自舞女魔女的网络小说《中国特种兵特种兵》，其超高的人气引起了著名流量明星杨洋的关注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该节目在发布后获得了更多关注。目前播出过半，腾讯视频宣布该节目在其平台上的观看量已超过10亿。因此，观众对该剧的看法也出现了分歧，有的不喜欢，说豆瓣的预订量太低，称主角光环太疯狂、太酷了。然而，其他人则声称只有在继续观看时才会变得更好。一位观众表示，他们一直在看，它很香。不少观众评论说，杨洋在剧中的表现展现了他的努力。他们说他专注于自己的手艺，因为他没有坠入爱河，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观众说他这次很好，《特战荣耀》无疑将杨洋作为其一线流量小生的最大看点。在节目播出前的采访中，导演徐纪周表示，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军人杨洋是该节目的目标观众。他补充说，似乎每个士兵心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士兵，士兵的英雄梦想一直在他们的脑海中。徐也表示很高兴能帮助杨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该节目的粉丝是其主要观众。特战荣耀一开场就有人问杨洋呢？数十条寻找杨洋的信息飘过，找不到他不是他们的错，他很难找到。这是因为他和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不同，他粉粉嫩嫩，好找。此外，《盗墓笔记》中的张起灵冷酷神秘，也让他难以定位。然而，一个很容易找到的人是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。于途一角出现在电视剧《特战荣耀》中，由杨洋饰演，又名阎破月。
玉兔皮肤黝黑，脑袋纤细，然而尽管有这些肤浅的属性，它仍被认为是有吸引力和英俊的。作为科研之神，于途经常发现自己浑身是血浆、油漆和污泥。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，他经常躲起来装傻，装作不知道奶奶的样子。据说杨洋在入团前接受了高压训练，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原本精瘦的体格变得更加强壮，身上的肌肉也多了起来，呈倒三角的形状。这被认为更适合他被分配的角色。此外，杨洋还接受了多种枪支使用方法的训练，包括持枪或步枪躺在地上、持枪站立射击、战术手语和密闭空间内的近距离格斗 （CQB）。该剧包含许多涉及打斗和爆炸的场景，大部分都是杨洋演的。55妖姬特战荣耀的原创者对此给予了表扬。姚姬在微博中表示，刚开始看到这个 IP 被废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杨洋会演焰破月。他无法与我内心世界所反映的影子产生共鸣，小鲜肉是很难打动我。当他的军事行动应该是标准的时候，他们是标准的；当他们应该冷静的时候，他们是冷静的。事后，姚姬坦言自己被杨洋的演技给打了耳光，他的动作既标准又酷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一直努力保持身体健康。因为我的观点发生了这种变化，我对他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180度。演员们为了跳出演技的陈规或完善自己的演技，纷纷从甜剧或偶像剧中脱身，他们过渡到表演硬核主题和军事剧。流量艺人以转型为军旅剧作为过渡平台，一些例子是小号手就地爱上特种部队和王牌骑兵。演军剧的偶像明星模特被网友认为是老土。他们批评情节和人物老套，称主角往往是傲慢的王者士兵。一部被称为变装的戏剧被称为士兵长大变装。焰破月参军顿时成为最耀眼的存在。他在各种训练项目中打破纪录，才华横溢，但是他缺乏集体主义，没有表现出任何团队合作精神。他只想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个人，而不是与他的团队一起工作。他的不服从导致他向他的连长发起战斗。看了前几集的观众发现，焰破月的光环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在军营中，卧龙卧虎的士兵和首领让焰破月吃尽了苦头。军营里有许多高手，一个不起眼的班长竟然是一位擅长布设地雷的大神，也是一名出色的射手。他最终获得了参加猎豹选拔的批准，而焰破月也被他的战友白龙和郭晓参加了此次活动，这让笑的力量粉碎了。有网友在豆瓣上评论节目剧情，他们说，一个想成为英雄的人最终会成为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许纪周提到，特战荣耀的设定与之前的很多军旅剧不同。很多军剧都是关于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个有很多缺陷的人，经过特殊的训练、磨练、殴打，最终成为英雄的故事。兵王的剧情与此类似，是一个人逐渐变成兵王的过程。反之，特战荣耀中的焰破月则表现出放下个人英雄主义，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主角的气场不仅将故事的概念融合在一起，而且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不要坠入爱河，而是专注于你的事业。特战荣耀在中缅边境的腾冲和盈江完成了初拍，之后摄制组北上敦煌，完成了影片的沙漠场景拍摄。虽然不像其他偶像军剧卖狗肉挂羊头，但特战荣耀以军事背景作为爱情故事的情节装置。为了达到真实的战斗效果，影片中的山峦、丛林、街站和沙漠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在真实地点拍摄的。这部电影选择放弃爱情故事，转而采用戏剧性的军事故事。徐纪周表示，谈恋爱的时候拍电影是最容易的，但透露最终版本中甚至删除了角色之间潜在的情感依恋。演员李一桐饰演的艾千雪是一名团员，根据实事，导演的说法被证明是真实的。杨洋和李一桐的戏简直就是剪辑在一起了，他们只涉及聊天和写信。另外，江路霞饰演的焰破月和郭晓晓之间也有一些军人式的战友式互动。两位演员之间也有基于实力的相互同情。电影《特殊战争荣耀》虽然没有任何爱情戏份，但依然塑造了许多独特的女性角色。
他们包括战地记者顾萌、冷静的老猎豹、杀手米娅和狙击手郭小小。男团合影令人印象深刻，他们描绘了几个有趣的角色。第一个是李湘，她的外表很坚定，内心很柔软。第二个是烹饪组的一位年长的成员，其他人不会注意到。陆啸天是一位商业头脑的军事喜剧演员，他像年长的连长一样隐藏起来。还有萧云杰，忠心耿耿，有情怀。猎豹军的秦风上尉在他的照片中描绘了冷酷，尽管他总是把友谊和团结放在首位。此外，已经成为军队传奇的白龙再次入伍。电视剧《特战荣耀》拍摄耗时274天，其幕后团队不容小觑。这部45集的节目由徐纪周执导，他还执导了《斗黑风暴》《沙湖口》《不可磨灭的数字》等军警题材电影。此外，编剧冯骥导演的爆款战争题材电影《红海》也受到了众多影迷的关注。两位成员都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特种作战的荣耀，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在资源上极其谨慎和成本地制作的。徐纪周解释说，拍摄《江路峡》花了很长时间，因为他们想拍出出色的动作戏和外景拍摄。此外，他们还希望演员在表演角色时打演员的肉。徐表示，电影的主要镜头拍摄了50多个镜头，剪辑时间不到90秒。然而，拍摄这个序列需要演员连续表演38天。节目对写实的追求导致了很多手持拍摄的风格。然而，观众经常评论说图像太摇晃和令人眼花缭乱，无法观看。许纪周在微博上为此道歉，他说该节目旨在成为一部硬核军事动作剧。摄影风格是在考虑了一些国内外优秀作品后选择的。电视节目的主要观众年龄范围比电影观众广泛得多，这一事实影响了一些观众对电视节目的看法，但是在拍摄这个场景时并没有影响到导演。由于演员和工作人员在拍摄时都很兴奋，所以在拍摄地点使用了大屏幕显示器。此外，导演声称他没有注意到这个设置有任何问题。徐纪周最后表示，以后拍摄类似题材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技术上做更多的准备。我们在稳定文戏部分、更换武器部分或回收稳定剂时会考虑不同观众的需求和接受程度。未来我们也会考虑通过回收武器零件或稳定器，或者更换一些稳定器来跟随拍摄，来考虑类似的拍摄主题。